阿音也是凤隐，由赵露思饰演的女主角。她被深爱的人施以天雷重罚，并活生生剥离其仙骨而亡，从而变成无法超越轮回的野鬼，在地府中徘徊千年，每一世均在18岁之前去世。一心堕落的古镜和自请复劫的凤隐，他们之间不知谁是谁的劫，谁是谁的劫。对此，为了救凤隐，问天时对古镜的答复中透露了好几个重要信息。其一，火凤一灭，方有一生。现任火凤是兼任天地的凤渊，诸多迹象看他目前毫无异样。凤隐这个时候降生本就是逆天，那么第二只火凤为何能打破万物定律，这个时候即将出生呢？答案很可能是凤隐从壳里溜出来的一时半刻，就是为了拯救差点死于凌风手下的古镜。只是命运的轮盘一旦波动，接下来的发展便犹如蝴蝶效应。救下古镜对初涉世事的凤隐来说，同样是一道劫。他由此引发的身份思考，让他再做不到像先前一样稳坐壳中等待降生，而后被赐予他人可望不可及的尊贵身份。问天时的第二个暗示便是，逆天而生之后，他仙缘尽散，才是他应有的宿命。古镜以身应劫，再次换来凤隐仙缘的凝聚机会，才是真正的逆天之举。否则凤隐虽从壳里溜出来一时半刻，可他没有真正降世，也就没有打破火凤一灭一生的定律。他或许本就是忽然一现的昙花，不为惊艳世俗，只为顺手搭救一个深陷迷途的少年郎。毕竟火凤本就是真神灵兽，寻常真神怎会轻易为此损耗自身呢？也就是古镜这样的废柴二世祖，在他人皆为其求情，有机会逃过责罚之时，自己一门心思地往里钻。虽然他对神界的态度讳莫如深，更摆明了心思不愿回去。可是仙妖大战之后，真神相继陨落，神界长时间大门紧闭，化名古镜的缘起是仅剩的真神血脉。第二只火凤的出现，就是为了成就小神君缘起的归神之路。他用10年等来阿音，换来凤隐9分仙缘的重聚之机，最后一分以阿音之名在尘世轮回20多次，终于成了他千年难舍的羁绊。作为第二只火凤，其实是古镜给了凤隐唯一的生机。古镜也是缘起，由王安宇扮演的男主角，身为颐和和帝眷的儿子，曾以自己所有的神力对抗鹰族，以保苍生，最终却魂飞魄散。剧中的缘起出生就是真神，为了隐藏缘起的身世，三伯天启封印了缘起的混沌之力，被送往大泽山东华帝君那儿修炼。在最新剧情中，缘起晋升下君，过不了多久，缘起就会觉醒为真神。然而男主角缘起的结局悲剧，为了复活大泽山同袍，化去全部神力，最后修补大阵，阻止众魔获释而神魂聚散。男二弘毅与露丝的二搭 CP 同样未能逃过悲剧结局的命运。在原著故事里，阿音曾是凤凰族的凤君凤隐，是公认的继承天地之位的下一任，却不幸被古镜误打误撞地破坏了其仙缘，致使他魂飞魄散。百年修为一朝丧失，其中一缕魂魄幸免于难，附着在水灵兽的蛋上。这蛋后来被古镜所发现，并孵化成人形，由此诞生了他们之间的主仆缘分。这也标志着他们命运的轮盘开始转动。为了纠正自己的过失，古镜带着阿音在三界中寻找散落的仙缘，却未知阿音便是凤隐仅存的仙缘。随着相处日深，阿音逐渐发现古镜的优点，两人在打怪升级、闯荡三界的旅途中，彼此都曾为对方舍命拼搏，渐生情愫。此时，同样倾心于阿音的男二弘毅及好勇斗狠的女儿华叔登场。弘毅身为狐族的后继者，因父母在仙魔之战中丧生，性格变得孤僻冷漠。阿音曾在九幽炼狱中用半条命之血救下弘毅，自此弘毅对阿音情有独钟，日日相伴，与古镜争夺阿音的青睐，却遭到阿音的拒绝。华叔作为孔雀一族的公主，傲慢且富有野心，她为了阻止阿音、古镜及弘毅等人搜集凤隐的散落仙缘，不择手段。后来弘毅因一场意外被魔气侵入体内，导致神界遭受大规模破坏，并被众神囚禁。阿音出于对弘毅的信任，私下放走了他。华叔则趁机设计陷害阿音，让古镜误以为阿音与魔族勾结，最终导致古镜为了保护阿音而剔除其仙骨。而阿音在之前已遭受了华叔的严酷刑罚，阿音最终被古镜误杀，魂飞魄散，投入轮回。
由于亲手置爱于死地，古镜的生命失去了意义，变得行尸走肉。在随后的神魔大战中，他耗尽最后的神力守护神界，也随之魂飞魄散。尽管弘毅存活，他却再也无法见到心爱的人，生活在生不如死之中。缘起最后为了拯救三界苍生，神魂聚散，而缘起的父神帝卷真神也复活了。为何猗猴和帝卷不出来救他们的儿子呢？直到凤隐去神界寻找缘起的父母帝卷和猗猴，才明白他们为何不去救自己的儿子缘起。帝卷以身应劫，最后也是神魂聚散。帝卷最后都能复活，为何儿子缘起最后也是神魂聚散却无法复活呢？本来神族也救不活帝卷，猗猴跪求祖神能不能再造火神的时候把小儿子还回来。好在猗猴最后赌赢了，正是猗猴帝卷联手对抗天命的胜利。其实猗猴和帝卷并非不想救儿子缘起，而是他们根本无能为力，因为猗猴和帝卷的神力都是混沌之力，混沌之力只能续生机，不能复活缘起，只有魔神之力才能让魂息再生，所以这世间只有魔尊玄一才能够复活缘起。最后魔尊玄一复活了缘起，让缘起魂息再生，以元神剑为身躯，承载缘起的元神而复活。缘起结局反转，死而复生，跟凤隐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最后生了个女儿。